有很多同学可能对这个系列的设计思路不太了解，简单聊一下啊。2002年的时候，美泰从孩之宝手里接棒了 DC 的廉价玩具线，而之前不论是 Kenner 还是孩之宝 ，DC 一直为这些廉价玩具保留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授权模式，也即是比较宽松的版权物设置。在这一系列里，人物的取材都是比较严肃的，例如说像当年 Kenner 做的蝙蝠侠 TS 啊、蝙蝠侠新冒险呐、亦或是从美泰开始接棒的做一些像正义联盟啊以及时下的蝙蝠侠漫画。虽然说形象有取材出处，但是造型和配件是在这一基础上加入的以可玩性为主的原创元素。你像后来还有美泰的诺兰电影系列的，你看那诺兰蝙蝠侠有的拿大炮啊，有的拿机关枪，其实这个就是这一元素方向的。有一些呢它有指向性的剧情，例如说给你编个小故事，有一些呢就没有，就单纯的加入这些可玩性的元素。但是它跟魔改又不一样。简单来说，这一系列你也能感觉到面向的玩家都偏向低龄，以玩乐属性和互动感为要务。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具体造型呢也没有什么名字，你愿意叫啥叫啥。盒子比较旧，我这从仓库里刚翻出来，又是压印又是灰尘之类的，反正你简单看一下就得了。logo 与其说是阐明出处，倒不如说就是个蝙蝠侠的授权标志，这一时期比较潮流性的蝙蝠侠标而已。背后像这些产品给你阐述一些卖点、晚点以及猜你喜欢，没什么了。相比 Kenner 时期的多元系列，美泰的系列首先从素体上你就可以感觉到它跟 Kenner 的那个相比要严肃一点。当年 Kenner 不管是 TS 啊、89蝙蝠侠啊等等的选题，它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卡通的身形。你像美泰这个呢，它就是基本上跟美泰后续的那个产品线的标准素体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切的关节偏少，把这个关节收拾收拾就是它后来的那个标准素体。这张脸也在后来的标准系列里用了很久。其实身形挺漂亮的，流畅而舒适，可动关节也简单看一眼，其实很少。手臂没有像今天有个什么腕关节之类的，它直接就是从腕刺连手套这块做了个切面关节。手肘也没有今天常见玩具必有的关节，抬的胳膊呀之类的，连这个位置都没平转，非常简单非常素的一个素体，完整性倒是挺好的。目前为止的这个造型其实不算很怪诞，两个比较特殊的蓝色的蝙蝠腰带，以及身上的一个背背夹。这次比较有趣的那需要说到它的配件，一个非常巨大的机械翼可以卡在背后，大翅膀挺带劲，顶上这个结构也挺复杂，而且它这个翼膜是真实材料的布置的。为什么用这布置呢？那就讲到这次第一个联动机关。03年的产品，20年过去了，这个联动机关依然是很顺滑，而且制作的效果也挺好，不论是翼膜还是用于联动的这个翼骨，设计想法都不错。虽然说比较遗憾呢，我这20年里头有一次受潮，所以导致这个位置锈掉了。这边还是锃亮的小电镀。这造型没完，你可以感觉到现在这个正面缺少科技感。其实这造型整体的设计感和武装的科技感都挺好的，尤其是特别符合它所处的年代新前年初的各种漫画里对于有科技感的翅膀或者是飞行机甲方面的设计，而且没什么包袱，设计效果啊，还有这个设计想法啊，打的都非常开，没有固执的执着于我是设计师产品啊，我是老艺术家的设计啊，如何如何，那就是一个很雅俗共赏的这么一个感觉。除了翼展机关，这次还有弹射功能。这个弹射装置它设计成了一张猎网，配合整套科技翼装的设计，让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套针对空中追捕所设计的战衣。不过这网的制式看起来不像是对付人形反派用的啊，应该是对付像人蝠啊、杀人鳄这类大牲口型反派用的。这边弹射弱了点，可能弹簧有点老化了，毕竟20年了嘛。这次美泰这个叫什么呀？叫科技翼装蝙蝠侠吧。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产品，可能对于10来岁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东西显得有点幼稚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讲啊，正合适。它是一个从设计、调性乃至玩法，其实你都能感觉到它很用心，但是又没有包袱的这样一个产品。像它这个机械翅膀顶上设计出的翼展的联动机关，在今天的廉价美系里你也很难再看见了，又是加激扩点，又是加真实材料的。它不论是工程设计的成本还是本身的制作成本都不低，依然还是发挥了美泰的水平，就是针对这些真正的孩子们的玩具它很下心，
而且也很在行，可玩性啊、互动性啊，作为一个20年前的产品来讲，都算是很优秀。其实你在今天来讲，一个廉价美系给你做成这样的造型完成度来，还要叠加可玩性，也算很优秀的。而且随着近年来的这个所谓，不管是美系也好，日系也好，管它是廉价呀，还是中高端的产品，都去尝试宣扬调性，这种比较纯粹的，不用非要去带脑子体验的产品，我觉得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而且这种多元类的产品，我觉得在设计上也是一种选择，它至少没有说把一个有源出处的造型给你毁掉，去加入它的设计，然后号称是设计师玩具，低端嘛，低龄嘛，它也尊重了自己的第一定位，没有去拔所谓的格调，这其实何尝不是产品的一种明智呢？好了，就这样吧，下期见。